发现尸骸。此地是著名的九曲沟，不少妖怪利用这山谷间的九曲18弯袭击途人。齐少队，我等需万分小心。齐少队，大家稍安勿躁，出了这峡谷，我们就能离开。等一下，马大人。齐少队有什么指教吗？小小山鬼居然占山为营，袭击途人，实在胆大包天。火之术，吹墨。急急如律令。不孝子孙，对付山鬼小妖也要用吹墨这等豪华的招数，一次花了本老爷我3天的墨量，瞧，毛得太差了。对不起。切，对你个头！
说话前应先尊称大老爷，如此无礼，一点都不像你父亲。要知道，多少人即使成为妖师，却都苦无法宝，何况是我这等传承500年的上品。大老爷，是小轩错了，大老爷大人有大量，莫跟晚辈一般见识。切！官差无伤亡，山鬼全歼灭，小毛头勉强不错吧？多谢大老爷夸奖，不过漏网之鱼还是有的。什么东西啊？还有山鬼！大人，不要伤我，不要伤我！小的是人，小的是人。什么？一个小毛孩儿？臭小子，你是什么人？跟山鬼混在一起想干什么？请不要动粗。齐少队，您不知道，对付这种小贼，不动粗是不行的。说。我叫虎子，是拾荒者。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，实在是太饿了，这才假扮山鬼浑水摸鱼搜刮点吃的。臭小子，你骗鬼呢！跟山鬼混在一起，山鬼怎么没先吃了你？是真的，我从小就跟山精小妖在一起。还敢撒谎！看我打死你个臭小子！既然不是妖怪，就放了他吧。他也并没有对我们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失。算你走运，看在齐少队的份上，就饶了你。好了，检查检查行头，准备继续赶路了。小子们，给我精神点儿！齐少队，蜘蛛被偷走了，不能安全将仙品蜘蛛送到皇都，我们都得掉脑袋呀！不可饶恕，绝对不可饶恕！糟糕，齐少队最讨厌洋葱了。那个混小子，绝对不可饶恕！必须要赶在爹爹前回到八宝镇，否则被他知道我偷溜出来做赏金任务，又要大发雷霆。大王，赤州已经到手了。留你不吃，真有点小用。世间至阳之刚之物，九转七星赤珠。传说用7种至阳妖怪的胆炼制9981年而成，而这赤珠比一般的大上1倍，实属是世间罕见的极品。珠子已经帮你偷到了，那我们说好的事情，你可以告诉我了吗？就是你不是知道我老妈的事情吗？传过，谁认识我了？我只是需要这颗赤珠禁玩而已。就是说你在玩我了。你个手机头，这玩意儿你也别想要。
过来！哎，仙女姐姐，救命啊！既然国玉妖师在此，想必没什么大事。先行告辞。你是国玉妖师？哎，仙女姐姐，等等我，你别走。这位妖师大人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弟家中灶上正烧着米饭，不能久留。我看您脸色不好，估计是旅途劳累，也早些回去休息了吧。哎，小弟告辞。不送啊。赤珠，莫有绝。哎，有话好好说。我还给你没问题，我留着也没用。后面有妖怪！别在我面前说花招！我都说了后面有妖怪！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小子有危险了。虽不知他为什么没有瞬间被撑爆，但赤珠是世间至阳之物，就算是懂得玉器之道的妖师吞服都有危险，何况是这个野小子？那怎么办？这小子尽管顽劣不堪，终究也是一条人命。想救他的命，现下唯有一法。在下国玉妖师蓝营第7队队长齐小轩，现在要以盗取仙品的名义逮捕你。逮捕？滚！后面！再见了，您嘞！3、2、1。肚子又打起来了！喂，为什么我的肚子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？我的人生可经不起这么大起大落啊！那个我这东西小爷，妖怪！这不是妖怪，是我的法宝。臭小子，你不要瞎折腾了。刚刚小轩用锁元咒虽暂时封印住了你体内的赤珠阳气，但只要离开他的法力范围，封印就会消失，阳气重新入体，你则会爆体而亡。开什么玩笑！喂，快帮我弄掉这东西啊！跟我回皇都。啥？哦，你想抓我去皇都砍我脑袋，好取蜘蛛？身为国玉妖师，我手持国家御赐的妖师令牌，在执行任务中有先斩后奏的权利。要砍你脑袋的话，现在就可以。好凶好凶！去就去了，那么凶干嘛？哎，不过你得保证我取出赤珠后的人身安全啊！放心，只要你合作，我绝不会为难你。跟着他混，说不定就不愁挨饿了，也还不坏啊。哎，嘿，哎，找不着下山的路了吧？哎，小爷我带你出去，咱们就算和解了，怎么样？嘿，小轩轩。那我就当你答应了啊！妖怪，嘘，
这只山精特别灵，能识路，跟着它准能找到出路。嘿嘿。哎呀，终于出来了！难以置信，真是顺利出了九曲沟。怎么样？相信小爷准没错吧？你得谢谢这个小家伙。走吧，前面有个村庄。哎，村庄！哎，正好，我要饿死了！快！好奇怪的村子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的确安静的有些过分。喂，有人吗？有没有人呐？嗯？哦，那位穿白色长袍的，应该是的吧？请问是妖师大人吗？在下国玉妖师齐小轩。各位乡亲，是妖师大人来了！妖师大人来了！有救了！妖师大人啊！妖师大人！妖师大人！大家快请起！妖师大人，小女子是这入云村的村长。村子中有妖怪作祟，求大人为我们除妖吧。是。除妖乃我等妖师的职责，具体情况还请细细道来。妖师有什么了不起？小爷也很厉害的好吧？说起来，我们这入云村本是一片安逸祥和，村民们都是勤勤恳恳、辛勤劳作。但最近村中经常有人遭到袭击，且都无一幸免。看着周围邻里乡亲们一个接着一个的遇害，大伙心里不知道有多难过、多害怕。你们可有妖怪的线索？昨天夜里刚有一家遇害，身体被啃得面目全非，屋子里全是臭气，还留了满地毛发。以事发现场的痕迹来看，定是村本入云山上的黄大仙干的。而且除了他，这里也没有别的妖怪了。求大人为我们做主啊！为我们做主！黄鼠狼乃是妖界四仙之一，向来擅长以迷惑心智和制造幻象害人。我们这就动身。谢谢，拜托您了。喂，你走那么急干嘛呀？一旦发现有害人的妖怪，就要立刻除掉，这是妖师3大基本守则之一。难得碰到这么热情的村民，至少先填饱肚子再说嘛。一看你这贵公子就是娇生惯养，没挨过饿。人生苦短，要抓住每一个让自己快乐的机会。按规则有效的办事，就是我的快乐。哼，黄大仙听起来这么厉害，说不定你打不过呢。好了，你能打过黄大仙还不行吗？快放我下来啊！怎么一言不合就动手呢？一个孩子，黄大仙不是坏人，你们这群笨蛋妖师！哪来的混蛋小子？这就是入云山啊！这一柱擎天的要怎么上去啊？哎呀，走了大半天，反而一小屁孩给揍了。我看还是回家洗洗睡吧。啊？你要干什么？混蛋！你不要随便拿小爷当工具使啊！你要是再拿小爷的肚子开玩笑，我翻脸了啊！
你干的好事，上次是衣服，这次裤子也差点被你扯破了。哎，好大的雾啊！庙？这种地方怎么会有庙？喂，有人吗？蠢货！啊！可恶！好歹是个庙，能不能有点礼貌？别往动！黄大仙，正是在下，请多多指教。我客气干啥？重新来过。受死吧，小虫！啊，不对，小狗。就这不就是小屁孩吗？哦，他也能吃人？哼，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。总之是屁股之仇我一定会报的，后会有期啊！慢着！打了我就想跑啊？没门！我的尾巴！松开！松开啊！继续跑啊！继续跑啊！小思璇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这家伙速度很快，看来是完美遗传了四仙的血统。阁下，不要以为我是吃素的。虎子，松手！你傻！你亲我的珍珠爪！虚功大法！小仙仙，替我报仇了吗？小时候的二黄，还有小白，咦，老妈，你也出来了？我就说嘛，妖怪跑了吧？看来国语妖师也不过如此嘛，就只会闭着眼睛鼓风瞎吹。一路回来你就唠叨个不停，你就不能闭嘴思考一会儿？嗨，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思考啊？那黄大仙一看不就是个小孩子吗？怎么会是邪恶的妖怪呢？再加上上山前那个小屁孩说的话，这事儿肯定另有隐情。妖就是妖，不管他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，都是要捉拿的。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妖师只在乎身份，根本不分青红皂白。妖怎么了？妖里头就没好的了？这是妖师界的规矩。都快饿死了，哎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赶紧回村长家吃饭喽。有妖气。
黄大仙。胡子，快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生还的村民。真是越来越过分了，一下子害死这么多人，只有村长侥幸逃过这一劫。依我看，当初就不该把这祸害留下。人和妖怎么可能和睦相处呢？哎，这小妖怪早有预谋，这叫养肥了再吃。二位乡亲，此话怎讲？妖师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大约1年前，黄大仙被妖师追杀逃到我们村。当时二牛采药时救下了他，后来就在我们村里住下了。开始大伙还挺害怕的，不过他看起来人畜无害，还时常帮村民采药。这时间一长啊，我们也就放下了戒心，并把他当成了村中的一份子。没想到啊，就在1个月前，黄大仙突然性情大变。从那时起，村里每天晚上都有人惨遭杀害。所以说，妖就是妖，根本没有好坏之分，根子就是烂的。请问刚才提到的二牛是？二牛他呀，跟黄大仙2个崽子称兄道弟，好得不得了。黄大仙做的事情都这么明显了，这小子还满口胡话，一直护着黄大仙和我们作对。哼，我看那小子就是中了黄大仙的幻术。我能去见见他们。村长回来了。村长一大早不顾伤势，亲自带人四处找二牛这小子，看样子已经抓到了。药师大人，多谢药师大人昨晚救命之恩。不必多礼。呀呵，拿石头砸小爷脸的臭小子就是你吧？我……你先歇会儿。有些神志不清，应该是中了妖术。正好省得他闹腾了，先用他引出黄大仙，到时候就看妖师大人您的了。昨晚遇袭之时，除了黄大仙之外，村长可曾见其他异样之事？有妖精！
不要乱跑，在我的视线范围内。臭妖师，不要挡本大仙的路！既然是这样，就别怪本大仙不客气了。这次不会再让你逃掉了。我墨。不要动！太好了，不愧是国语妖师，瞬间就收拾了黄大仙。看来这一大早的没白忙活。明明是你们先抓了二牛，你们不相信我可以，但是放了他行吗？不然他也会有危险的。大人，别听他啰嗦，干脆将这东西就地正法吧。把话说完。还有另一只妖怪在村里。这我知道，我需要你把具体的情况。多嘴的小黄皮，看来我不得不现身了。血举妖，我就知道，以昨天房屋的损毁情况来看，单凭黄大仙是不可能做到的。手机那么重，你不是吃了黄大仙的屁吧你？很有洞察力，正是本尊的杰作。本尊，巅峰之战后大妖屠尽，不可能有妖怪能突破500年大限修为妖尊。要不是这讨厌的小黄皮一直阻挠我进食，我早就突破成为妖尊了。多亏了你们，我才能这么轻易地抓住他。喂，绿棒，难道村里真正作怪的就是这个死蛆虫？我跟二牛一直在提醒村民，必想办法阻止那混蛋害人。可那家伙实在太狡猾了，是他们太愚蠢罢了。卑鄙的家伙！卑鄙，哼，是你愚不可及。上天注定，人与妖怪就是要斗个你死我活，这是天命，不可逆转的天命。500年前的那场战争，就说明了一切。难道你不是受害者吗？要不是这个二牛，你也不会被我抓到。身为妖怪，居然去保护人类，实在可笑。天命，我不懂什么天命，我只恨那场该死的战争，是他让我失去了所有美好的一切，没有亲人，没有朋友，
被人排斥，四处躲藏，这种痛苦没人可以理解。但在我流离失所，想要结束生命的时候，是二牛救了我。他没有在乎我是妖怪，还帮我获得了村民的接纳，是他让我重新有了活下去的希望。我们黄鼠狼一族就是这样，无论是谁帮我们渡了劫，他就会受到我们永远的庇护。可笑的感情，妖怪的耻辱。我就行行好，帮你洗刷这个耻辱。逃！今天你们一个也走不了。黄大仙，快跑！二牛，你是人，我是妖，我们天天在一起玩，你说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啊？管他们怎么看，反正我们是最好的朋友。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尊的能力。这并不是障眼法，而是真真切切的存在。只要本体提供的鲜血足够多，你们就跟着臭黄皮一起下地狱吧！这个败类！绝对饶不了你！小崽子们，别太嚣张！长的小崽子，让本尊把你的阳气吸个精光！我才不会让你得逞！急急如律令。等一下，这源源不断的阳气势，这
这个异类，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我绝对饶不了你！哎呦，等！哇！睡了3天，总算醒了。嗯，小轩轩，哎，那死蛔虫呢？妖怪误吸你体内赤珠的阳气，不负众鹤自爆了。托你的福，大家都获救了。我救了大伙儿，我大方神威救了小轩轩。哎呀，当然啦，虎爷我可是威武无比，豪气冲天。嘿，别看你是国域妖师，到最后还是要靠我虎爷才行。所以小轩轩这个外号太合适。不是说赤阳柱的阳气被妖怪吸走了吗？怎么还是这样？他竟然突破了锁元咒，释放出了赤珠的阳气。这不可能！锁元咒可是反噬法术，若是硬冲，只会落得灰飞烟灭的下场。正因为是反噬法术，所以比拼的不是法力，而是精神力。拥有如此强悍的精神力，可算是奇才了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就得服气呀！哎呀，有机会我得好好调教调教这小子。喂，这么直勾勾的看着我，不会是在嫉妒我吧？这小子不是什么奇才，是奇葩。血举妖只是吸走了部分阳气，赤珠还在你体内。哎呀，我还以为都吸走了呢。对了，那黄大仙呢？那是黄大仙。他被血举妖重创，虽然没死，却被打回了原形。黄大仙明明是个好妖怪，都怪那个死蛔虫死脑筋，为啥非要坚持那个什么人妖对立啊？这不是什么死脑筋。我们出生的瞬间，即背负了这样的历史与命运。只是被打回原形，也许是最好的结局。至少，他再也不用纠缠在这场人和妖的斗争中了。什么狗屁命运！我才不信这个邪！胡子哥哥，小轩哥哥，谢谢你们救了我和黄大仙。之前在山上向你们扔石头，实在是对不起。哎，小事，我们早就忘了。如果不是小轩哥哥施法保住了大仙的命，他现在已经……哟，原来你也没那么古板嘛！二位大人，谢谢，真的非常感激二位大人为我们村庄除妖，这是大伙儿的一点心意，还请笑纳。我也有礼物，这是我做的平安符，虎寓意驱邪避灾，鹤寓意健康长寿，送给2位哥哥。诸位乡亲们客气了。身为国域妖师，除妖乃是本责，谢礼万万不可收。这怎么行啊？这位虎子大人可是为了除妖都身负重伤了呀！就是，小小年纪如此厉害，碰上你们真是咱们的福气啊！是吧？哎，小事而已，除妖乃是我们的本责啊！好了，大家都拿回去吧。小爷我可不是为了收礼才除妖的啊！
至于这个平安符嘛，让我收下也行。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啊，把黄大仙当做亲弟弟一样照顾，不许别人欺负他，知道吗？来，管他什么人和妖的臭规矩，咱们的事咱们自己说了算。哎，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即使是粉身碎骨的人生，也是值得的。对，说的对啊。我会努力让自己变得跟两位哥哥一样强，这样就不怕别人欺负大仙了。好小子，记住你的话。遵命。那么，各位乡亲父老们，咱们后会有期了啊！各位父老乡亲们，多谢，后会有期。多谢了。慢走啊，少侠，保重啊。你不是吃皇粮的吗？人脉关系一定很多。你看能不能帮我一忙？我嘴巴都说干了，行不行？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怎么这么没人情味儿？别着我！别我呀！小轩，你站着干嘛呢你？玉墨诀。这林子里的兔子怎么这么凶啊？你掰了人家的脚，还嫌人家凶你？村民给的吃的，我们一点儿也没要。小爷我都快饿死了。红角兔、山猪精、青蟒妖，你算算这一路给我添了多少麻烦？忘恩负义的家伙！别忘了，那血举妖可是我帮你打败的，你根本就没派上多大用场，简直是给国域妖师蒙羞啊！你简直是给国域妖师蒙羞！你这突然的干什么呢？给我听好了，你只是运气好罢了，但好运不会永远陪着你。听吊儿郎当不学无术，迟早小命会丢在你自己手里。松手！看小爷我揍扁你！学过几个法术就随便教训人，小爷我才不吃这一套！我要是学会法术，一口打趴你！小子，你想学法术？啊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那就拜我为师吧。你这劈叉的老骚，有什么厉害的？劈叉的老骚吧。这个笨蛋，嘴上没个把门的，从来没人敢和大老爷这样说话。500年了，足足500年没人敢这样喊我了。你和那个人很像。谁呀？那个与老夫出生入死的男人，齐无极。另一个老扫把。别胡说，齐无极是我的先祖，奇门宗的创始人，更是在巅峰之役上斩杀万妖的强大妖师。巅峰之役？说你不学无术，你还不服？500年前，人类和妖怪爆发了一场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，双方苦苦战了3年，死伤无数。最终，人类妖师首领施展禁术，建立结界，才将妖族永远困在了巅峰之谷。此战被后人称为巅峰之役，也因此，战后出现在人界的妖怪大都是500年以下的修为。
一般的妖师足以应付，也算是天下太平了。怎样？要不要跟我学法术？你能教我把这家伙狠揍一顿的法术吗？那要看你的造化了。大老爷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大老爷，你真的要收这等小贼为徒？嘿嘿，大师兄，难道怕我学会了法术，回头欺负你？区一个小贼，我齐小轩绝不会放在心上。好，虎子，让我瞧瞧你都会些什么法术。法术嘛，嘿，那就随便来个虎子流。质子无敌控火术。怎么样，帅呆了吧？小轩，哎，我怎么回事？同样的法术，怎么相差这么远啊？小轩他刚刚用了真气，真气吸收天地灵气化为真气，才能施展法术。你未曾修习，居然就能小做施展，已经很厉害了。那怎样才能拥有真气啊？掌握玉气道。玉气道，言传不如身教，在战斗中掌握吧。老扫把，你在逗我呢你！小轩轩，他们是妖怪，作为妖师，你还不快快收拾了他们啊！小子，听好了，玉气道第一层心法，感、引、融、放。首先感，排除杂念，感受天地灵气，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，慢慢放松身体，你就会进入一片漆黑之中。老扫把，这种情况下，你让我咋能操纵下来啊？那么只能抓紧时间了。引，打开七窍，引天地灵气入体；融，阴阳阳，以阳化阴，阳见阴顺，阴阳融合化为真气；放，释放真气。这样就来得及了。你在耍小爷！大老爷，难道是我看走眼了？小爷不发威，别把我当病猫！胡子用法术，用不着你说。感引，好强烈的热气，身体深处源源不断涌出暖流。就要喷发出来了！好！什么玉气道啊！蠢材，接着！不想死就好好给我想想口诀。这又臭又长的口诀，谁能记得住啊？我再说一遍，给我记好：天地万物，以阴阳阳，以阳化阴，阳见阴顺，阴阳融合。蠢
货，有你这样使用法宝的吗？看我全身都刮花了，得花多少银两去打蜡呀？愁死了！现在我们是战友，牺牲一点又能咋的？可恶！这老扫把在关键时刻根本指不上。最后还是得靠自己。是地瓜香。马大人，走了3天了，齐少帅不是让我们回皇都吗？为什么还在这里打转呢？笨蛋，你看不出我们迷路了吗？好干呐，我可不想渴死在这里啊！马大人，前面有树林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还不赶紧到前面给我找水去！流血铁刺。好长。多谢妖师大人救命之恩。前方就是官道，再无妖怪出没，我急着赶路，就先告辞了。快走，臭小子，想偷懒啊！大老爷，我们为什么要绕路前往八宝镇？现在回皇都，取出虎子体内的赤珠才最为重要。哎呀，有位老友刚好在此，顺便去拜访一下吧。可是，哎，来都来了，花不了几天时间。给我麻利点！麻利你个大头鬼！你给我脚上长的什么东西啊？沉死了！你必须不断传送真气，去抵抗石化术的效果，防止它将你全身覆盖。为了让你熟练地运用玉气道，为师可是煞费苦心啊！要扫把，小爷早晚有一天
要拿你吃扫毛菜。嘿，想什么呢？还不给我用力啦！那你让我拉着破车，跟修炼有什么关系？是没啥关系，只是我走路有点累了。老扫把，有啥小爷？臭小子，竟然敢反抗！看我不收拾你！你们去哪儿啊？老扫把，你给我等小轩轩，救我！总算赶上了，爹爹今晚才回来，还有些时间。除了去妖师客栈交任务，还能顺便去趟地下斗法场，检验一下最近的修炼成果。就这么决定了。哇！城里果然热闹啊！你上次说的那个人暂时没有查到，我会继续派人留意的。小轩轩，看来我一直错怪你了。原来你对我的事这么上心啊！以后你就是小爷我的至交，有事别客气，赴汤蹈火，问死不辞。跟紧我，我们先要去个地方。啊？妖师客栈。耶！我一直都想睡一下城里的大床，一定比茅草堆舒服多了。妖师客栈并不是普通客栈，而是由国域妖师开设，用来交换情报和分派赏金任务的地方。啊，赏金任务？国域妖师会将一些相对简单的任务分派给民间赏金妖师去完成。臭小子，还没！而我们要去见的，正是妖师客栈掌柜一枚仙子。一枚仙子是不是很厉害？每位妖师客栈的掌柜都身负其能。像八宝镇这一位，就是伏龙国顶级打造法宝的妖师。谢谢客官。当今法宝排行榜前10有3都是出自他手。大老爷既然要我们来这里，就是想让一枚仙子帮你打造法宝。那我有了他打造的法宝，岂不是就能当上妖师，走上人生巅峰了？不过，想求一枚仙子打造法宝，却不是那么容易。一切全看你能不能得到他的欢心了。走吧。啊，等等我！好热闹，大场面啊！掌柜就在对面的阁楼里，请跟我一起过去吧。先不便打扰仙子的雅兴了，等斗法结束后再去拜访吧。正巧下面要开始了，两位大人若感兴趣，可以下场试试，或者那边下注玩两把。
小的先行告退。斗法博人一笑，妖师们竟然已经沦落成为权贵们的娱乐工具，难道是太安逸了吗？各位老爷，请安静一下。欢迎来到八宝镇的地下斗法坛，我是这里的裁判杏子。快点开始！老子花钱不是来听你自我介绍的。看来各位老爷很心急呀。好，下面斗法开始，请各位自由上场。斗法规则一如既往的非常简单：第一，不准使用任何的法宝，单纯比拼法术；第二，只要将对方打出场或者对方求饶，就算是胜利。今天一上来就是个大块头啊！请问这位先生高兴大名啊？大块头好了，话不多说，谁要挑战大块头先生？就让贫道来会一会你这个大块头。玉姬子参胜。好，斗法开始。他们为什么要打架呀？聚集在此地的赏金妖师来自五湖四海，他们都抱着一个共同的目的，求一枚仙子打造法宝。这打造法宝和斗法又有啥关系啊？嘿嘿，一枚仙子打造法宝的手艺虽然厉害，但是他绝不会轻易出手，除非让他看到一场有趣的斗法啊！哦，那如果我想要法宝，就必须跟他们打一架，还得打得好玩。小仙仙，大师兄，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不会帮你。喂，好歹是师兄，出来混最重要的就是义气，兄弟有难就得两肋插刀。那是大老爷认可你，不是我。那你帮我找人，还请我吃好吃的。别忘了，你现在是偷了赤珠的药粉，我是不会认可一个好吃懒做的小贼的。那我就让你看看，我虎子是怎么让一枚仙子给我打造法器的。仅凭你那股蛮力是无法挣脱的。什么？岩石居然可以如此锋利！厉害了吧？咋可能打得过呀？绝对不能让这家伙看扁。大块头火上！哼，让我土行孙来会一会你。大块头漂亮的一击再次火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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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继续挑战，那我就宣布今天的获胜者是连胜30回合的大。慢着。常大枪，本公子来会会你。哦，嘿嘿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要挑战你，常达枪。太让人感动了！终于有人能喊出我的名字了，真是太让人感动了。可惜你是男人，按照族规，男人必须干掉。你输了。你说什么？这种法术，难道他是赵家人？下面谁要挑战小白脸儿？刚才好像有个石像从天而降，压扁了大块头，可是天花板并没有被打穿呢。幻觉，一定是幻觉。切！你在墨迹个啥？疼死小爷了！是他。哎，各位好，小的就是个打酱油的，你们继续。哎呦，欢迎这位扮猪吃虎的选手上场。这位小兄弟怎么称呼啊？我叫虎子。哦，虎子。观众老爷们，接下来请看虎子与小白脸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斗法吧！喂，小学生，小爷我偏要让你服气。开始吧。你看他，敢，引，柔，又来。哎呀，我都说了我是打酱油的，突然感觉肚子不太舒服。哎，公子请留步，小的气急就来啊。老少吧，我跟你没完。闹剧就到此为止吧。虎子，后面。啊！大老爷，虎子跟这名妖师的实力根本不在一个层次，万一伤到赤珠，岂不是麻烦？小白脸。
律师小金，小意思啊，小意思啊。这小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来吧。认输了没，野小子？认你个头！有能耐你就揍死小爷！这小白脸的动作根本就不能说是快，他压根就是在示意。再问你一次，认不认输？认个屁！再来！哼，好小子，还有点骨气。哎呀！小本生意，点到为止，点到为止。果然，小白脸都是怕臭的。哎！嘿嘿。用光了吧？以小爷的观察，你这小白脸只会乱贴小纸条，再用这小纸条去变换位置来偷袭我。我问你，刚才为什么不用瞬移躲开洋葱呢？因为没有了。嘿嘿，记住啊，以后不要再浪费了，平时不节俭点儿是不行的。笨蛋！还有什么花招没使？小爷跟你拼了！这小子皮糙肉厚，得找机会给他致命一击。哎，在这边！虎子现在的做法正是中了那家伙的圈套。你在空中是没有办法改变方向、躲避致命一击的。结束了。这家伙，
真气集中于一点输出，便能释放出威力巨大的一击。这就是攻，好厉害！相反，抗是将体内的真气均匀覆盖全身，就能有效抵挡敌人的强力一击。小轩，攻与抗，理应都得修炼，但你的卦象更适合抗。小爷，我刚刚吃的红薯。福子，你记住，以守为攻是抗的精髓所在，也会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什么？那是福子的火焰符咒。这次一定要成功啊！我就问你，服不服？这小子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熟练地掌握了抗，从消耗对方的瞬移符咒，到布置洋葱烟雾制造收集瞬移符咒的假象，再到运用玉气刀将烟雾引爆，这小子天赋真的很强。挨了半天打就是为了这一下，这可是小爷辛苦做的抗，我就问你，到底服不服？你居然是个女的！犯规！不许使用任何法宝！慢着，杏子，这场斗法好像越来越有趣了呢。是，仙子大人。斗法本是切磋，并非生死决斗，理应点到为止，何必痛下狠手呢？我说什么狗屁切磋？老子花钱就是要见血的。说得对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别在这给我装什么清高！赶紧给老子动手！使的是赵家枪，哪个赵家枪？哎呀，还能哪个？八大宗门调到老莫的赵家呗。嗨，果然是莫。让一个女的跑出来丢人现眼，门风败坏，小偷挡不住。还是乖乖回家拿绣花针绣花吧，别在这儿给你们赵家丢脸了。哎呦，还生气了？我说错了？要不跟那个拿笔的试试？就是。跟我比试一场。你需要冷静一下。站住！我叫你站住！流星点刺！得罪了。
我以这断枪起誓，今日之辱不会再发生第二次。我就知道，赵家枪赛这代算是完喽。哎，光顾着看热闹，都忘了压住了。哎，来。不要乱动！这么重的伤，已经开始愈合了。所以说我没看错，他就是在九曲沟救了我的仙云姐姐啊。他也差点杀了你。其实是我不好了，冒犯了他不说，还害得他那么难堪。有机会我一定要找他道歉才行。两位大人，掌柜一枚仙子有请。哇！掌柜，二位大人已经到了。初次见面，本座一枚仙子。